这个地方就是奉国寺。奉国寺呢，之前的规矩呢是大年初一到正月15是免票的，但是那是好多年前的规矩了。现在这规矩变了，变成春节期间门票半折了。平时门票50，今天门票25。所以说，我想免费进是不可能了，还得买票进去。那来都来了，还能不买票吗？哎，待会儿进去看看吧。刚才吃了一碗馄饨，现在我是进来了。现在的时间呢是2024年，不，错了，2025年啊！哎呀，还过2024年呢，总希望时间过得慢点啊。现在是2025年的2月10日啊，早上应该是9点多了。之前的规矩呢是奉国寺呢，每年的初一到15正月的初一到15是免费的，有庙会。现在呢，那个时候他搞这个政策呢，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名气，要传这个名儿，所以免费。现在这个名儿大了，奉国寺的名儿比以前大了，以前都没人知道这地方啊，老觉得东北一个小县城它没啥可看的。现在不是了，现在这名气大了啊，所以说他过年的时候呢半价，平时50，现在25一个人啊。这奉国寺来看啥呢？看古建筑啊，看古代的造像，还有壁画，还有彩画，这4样东西啊。这奉国寺是怎么建的呢？你现在看这山门特别小哈，好像看这山门好像没啥大东西是吧？因为这山门是清朝建的这个山门呢，狮子什么的基本都是清朝的就是那大狮子。当然，这个壁画也是后来画的这壁画不可能是原来画的，也是后来画的壁画了。哎呀，进了这个小山门之后是一个大牌坊啊，当然这个牌楼它也是清朝建的这牌楼也是清朝建的它前面那个殿也是清朝建的顺带讲讲这庙的历史吧义县呢是萧太后的故里，因为辽代的所有太后都姓萧，咱得说是哪个萧太后这个萧太后呢就是那萧燕燕历史传说中跟韩德让有一腿的那个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辽圣宗是哪个辽国皇帝呢？就是跟北宋签澶渊之盟那个皇帝辽圣宗的时代呢，辽国就变得比较富裕了，不是草创时候那么贫穷了。所以说呢，萧燕燕呢，就在他的老家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佛教寺院。就是萧燕燕她老家是易县人所以说她就在这地方呢修了一座规模比较大的佛教寺院最初的名字呢叫做崇熙寺不对，最初的名字叫做咸熙寺我又说错了，最初的名字叫咸熙寺到了金代呢才改名叫奉国寺这个咸熙寺呢它其他的这个建筑基本上都没了，其他的建筑都没了只有最后边那个大殿还留着那个大殿从建筑到彩塑再到建筑上的彩画全部都是辽代的，殿里的壁画是元代的现在是国宝有的大殿可能它是殿是古代的，但是它里头的东西都没了。但奉国寺这个大殿它从这个彩画
再到建筑构件，再到里头的彩塑，全都是辽代的啊。而且它这个大殿的规模非常大啊。这个前面的无量寿佛殿是清朝建的啊，所以说它规模比较小啊。它的建筑风格跟后来的建筑风格也不一样。原先这个殿叫无量寿佛殿来着。我记着我小时候来的时候，这里头供的不是这个，是其他的法像，现在给改了。开工厂会都会有大戏台子开。然后现在它这个香炉是没有香火的，因为啥呢？因为这里头禁火种，这里头不让点火，他怕把后边那大殿给烧了，所以说这里是禁火种的，没有香火啊，没有香火啊。这个大殿在现在的辽金的古建当中呢，它的规模应该是能排第二，就是单体的建筑规模能排第二。第一大概是，建筑规模第一的大概是大同的华严寺大殿，华严寺的大雄宝殿规模上大概是能排第一，就中国的辽金时代、辽金宋时代的那个古建筑当中单体的能排第一。然后嘞，咱这凤凰寺能排第二啊，规模也是相当之大的。这个韦陀像呢，为什么拿玻璃罩给罩起来呢？因为这个韦陀像是明代的，是一个明代的大韦陀像。它本身原来是在那个大雄宝殿里头的，大雄宝殿那个佛像后头有个倒坐观音，这个本身是倒坐观音边上的一个韦陀像，然后被它移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个明代的文物，这个不是后造的，明代的。你看它这风格跟边上那个后塑的就不一样，这都是后塑的。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刚来到这个，第一次来大佛寺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应该都是后来塑的，这里的格局跟我小时候来是不一样的。这清朝的没啥好看的，我这25块钱就是为了看后边那个殿，后边那个七佛宝殿啊。它那大雄殿里供的是过去七佛。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题材，过去七佛。它为啥是过去七佛呢？古人说皇帝要立奇庙，所以说我怀疑萧太后她建的这个，咸兴寺，它最初是不是有一个祖庙的性质？所以说它要供过去七佛。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始建的年代呢是1020年，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殿的时间能有1000年了，它能有1000年了啊。两边呢是一个中庭啊，是中庭和古庭啊，然后呢前面就是这个大殿啊。这个大殿是面阔9开殿，面阔9开殿。单檐，无殿顶，上面呢是侧上透明造，然后它的斗拱、梁架什么的都是辽代的原造啊。斗拱的形式呢双超双下昂，应该这是宋辽时代最高级的斗拱了。它这个前面呢，因为这个大殿吧，应该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具体哪年我忘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大殿经过一次落架大修。啥叫落架大修呢？就是把件儿全部拆开，然后重新修一遍。哪个件儿损坏了修一下子，实在修不了的就换新的。它经过一次落架大修。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次落架大修之前呢，它前面呢只开3个门，余下都是墙，墙上是有这个元代的壁画的。那他这次落架大修完之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那墙没有恢复，都改成这种明清风格的格扇了。啊，他这个原先他那个大殿前面这个门呢，应该只开了3个，
啊，然后中间都是墙，而且它那个门的风格应该是那种辽金时代的那种风格的门，现在都改成这种明清时代的格扇门了。但是它上面那个框架还是老的。骆家大修呢，就是把这个店给拆开之后呢，原来的件儿呢尽可能保留，但实在保留不了就只能换新的，然后再把那个零件重新装上，这就是骆家大修，中国古建最高级的一种修缮方式啊。而且有一个小道消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说当年拆开之后差点没装上啊，因为当时中国的木匠都是这种明清的木匠嘛，他都是明清的这种做法嘛。辽金时代的这个建筑怎么装，他不知道，差点是没装上啊。上面有那个防鸟的网，他怕那鸟进去啊，他怕那鸟对这个斗拱进行损害，所以他有一层网，我照的不是很清楚啊。前面这个隔扇门应该不是元代的，应该不是原来的。这就是里头的一个状况。这个地方在就是我前几次来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还拿那个傻瓜胶片相机呢。这个地方是不让拍照的，现在随便了啊，因为他不让拍照，就没人来了。现在随便了啊。我前几次来这里头还是让点香的，现在没有香了，这里头完全进火了，现在。这大殿再给点了，天哪，出大事了啊！它这个香炉的风格应该是明清时代的，它前面这个香炉啊、宝瓶啊，还是净水瓶啊，我不知道哈。这个风格应该是明清时代的。然后里头呢才是原来的这个造像是辽代的元素啊。就是辽代的原件啊，真东西，辽代的原件啊。但是它的颜色可能是后来画的，它的颜色未必是原来的。包括它前面这些菩萨都是原来的啊。过去七佛，它这佛坛上总共有7尊佛像，两边是天王。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店里录像，之前都是照相，这是我第一次在这店里录像啊。这是中间那尊佛，他叫毗婆尸佛。我对过去七佛这概念不是很了解哈，所以说我也没法介绍了，大家看看新鲜就行了。然后上面那个梁件也是原来辽代的，它是有彩画的，但那彩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哈。但那个飞天彩画不是辽代，那个飞天彩画他们说是元代的。我这手都举麻了。它这个香炉的造型，我感觉应该是明清时代的，它不是，可能最早能到元代吧，但是一定不是辽代的一个风格，不是辽金时代的风格。它这还有座呢，现在。然后呢，它这店里还有古碑，但这个碑你看它的这个碧玺的头，基本上都是明清时代的碑，没有特别老的碑。你看这碧玺头，一看能看出来，这是明清时代的碑，不是特别老的碑。这个碑是元代的，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年号嘛，至正多少年啊？至正15年6月啊，这是元末的一个碑。它的题名是大奉国寺庄田之祭啊，就是过去的，因为元代它是比较对出家人它是比较重视的嘛，很多大型寺庙，像奉国寺这种大型寺庙，它是有田产的，那是它一个田产的账本。
就这些杯为啥它都放在店里头呢？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田地的，就是它地产的四质，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它地产的四质，你看见没有？就相当于它一个房产证是那么一个东西啊。所以说他们把最重要的杯放在店里头。这个边上的这些壁画都是元代的，啊。但是它这个边上这个壁画保存的非常恶劣啊，非常恶劣。它有的已经掉了。最早我在几次来的时候，我小时候来的时候，这后边是没有灯的啊，这后边是没有灯的，完全摸黑进去，老刺激了。我跟你说，那时候，那时候老刺激了，天哪！那都老刺激了，那时候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最小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吓得我这店我都没敢进来。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店里头它没有这么多照明，这些照明都是后来的。早些年来的时候，这后边是黑隆隆一片，你进来的时候都胆儿突的，我跟你说，这是他那佛像的后边。你就想想，如果早年是没有灯的话，你知道这地方是个什么状态吗？你就想想，大家想想，早年这地方是没有灯的。这个后边的壁画，它现在哪怕是有灯，我现在也看不见了。它这壁画，我看看啊，大部分已经脱落了，已经把后边的泥给露出来了。因为这个店实际上是经过落架大修嘛。他应该是落架过一次的。这是后边他那个须弥座，据说这佛像能有7米多高，能有7米多高。然后后边这个是明代的倒坐观音啊。现在你看中国的庙，往往在那个大殿的后边，佛像的后边都立个观音像，这是明代的观音像啊。然后它边上那个韦陀像已然挪到前面去了啊，它之前边上是有一个韦陀像的，但那个韦陀像现在已然供到前面去了，否则它韦陀像应该是在这个佛像的右手边，应该是，现在没了。这个殿的规模在中国古代来说，没说吗？辽金时代现存的建筑当中，奉国寺的规模是能到第2的，第1的是大同的华严寺。这回有灯的话，感觉好多了，否则之前后边都看不见。因为它这个佛寺出钱建造的是皇帝的母亲嘛，所以说它的规模是皇家级别的，可以说当时辽国建筑的最高水平了。当然，实际建这个殿的人未必是契丹人，可能是他们从北宋抓来的那些工匠建的，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上面的梁件，因为它太黑了，上面梁件现在看不清楚，因为现在才是早上嘛。它阳光还没有直射到大殿里头呢，所以说它的这个光线是比较差的，你看这边的壁画已经基本上全都掉了，上面全都是黄土了，已经全都是掉了。然后有一些还能看得见，你说这些细节还能看得见，你看，但是能留下的非常少了啊。底下的一些连瓣纹还能看得见啊。不对，这壁画没有掉，只是上面的污垢太重了，所以说感觉好像是掉的，但你远看的话，其实还是能看得见的，是吧？
这个壁画我感觉可能是修不出来了，为啥呢？你看它有的地方修的，你看没有？它有的手啊底下这些衣服纹饰给修出来了，那上面那些还是灰秃秃的，大概就是真是修不出来了。它能修的部分已然都给修出来了，你发现没有？底下明显清晰的非常多，发现没有？然后上边这个壁画，就佛像头部那个地方显得非常的乌秃秃的，那个可能是现在的技术已经达不到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大殿的重视程度比较晚啊。你要早些年的话，可能这个壁画还能给修出来，可能是。现在可能是，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已经都是修过的。现在这个状态已经都是修过的，因为我记得我前几年来的时候，前几年来那次，我感觉这个佛像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佛像就是已经经过修复的了，它已然比之前已经清楚很多很多了。这个壁画应该是元代的，应该是元代的。这是上面的梁架和斗拱，特别粗大，特别粗大，辽代那种。因为辽代它最羡慕的不是北宋，辽代最羡慕的是唐朝啊，它的一切都是向唐朝看齐的，所以它的殿建得非常大，非常霸气那种。然后，它这个柱子是原来的，这个柱子是原来的，这个柱子是原来的，有这种绘草纹柱础的这个柱子是原来的，非常粗大的柱子，直径得有1米吧，它这直径。然后它这前面这些小柱子就是后来的。这个小柱子都是后来的，比较细的这都是后来清朝给支上的。因为啥呢？因为它这个殿最早建的时候用的是一个比较新锐的一个构造，叫做简柱法。简柱法的意思呢，就是在前面这个柱子还有后边这个柱子之间，它是不加柱子的，上面是一大根的梁，上面是一大根的梁啊。但这个梁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往下塌。所以清朝人没有办法，清朝人只能在这底下又加了一根梁，然后又加了一根柱子。也就是说，前面这2根小柱子是清朝人后加上去的。简柱法之所以在辽金之后在中国没有流行开，就是它已经达到了木材的极限。就是你能找到这么大的木材，但是你不能确保这个木材在多少年之后它不往下塌。你发现没有？就是那根方木，还有中间这2根柱子，都是后来清朝人加上的。他们支的这根梁也是清朝后加上去的。在辽金时代是没有这根梁的，辽金时代只有上面那个部分。所以简柱造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种建造的方式吧。所以简柱造后来就被淘汰了。我看看啊，这个是中间那佛像，这是中间那尊佛像。包括它这根方木也是后来加的，我感觉应该也不是原来的。那这根梁是元代的。我刚才说错了，这根梁应该是原来的，因为上面有彩画。那只是它底下那2根柱子是后加的，只是它底下那2根柱子是后加的，余下的梁还是都是原来的。人家正拜佛呢。人家他正在那儿拜呢，那我在这儿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看，其实像这种店呐、彩画啊、彩塑啊，都是原来那儿的，在中国是有几座的。你比方说像是五台山的佛光寺啊，大同的那个善化寺啊，它都是原来的，包括那个博家教堂殿啊，也都是原来的。但是它的规模呢，没有这个大。虽然呢，大同华严寺大殿呢，它的古建筑规模来说呢，在辽金建筑中能排第一，但是它里边的塑像都是后来的了，它的彩塑不是原来的了，它不像是易县这套彩塑都是原来的，然后上面彩画都是原来的。刚才我说错了，我怀疑底下这根梁是后来加的，现在看不是。底下这根梁它是跟斗拱一起的，它也是原来的，这是辽代的梁。那底下这根方木，还有这根柱子应该是原来的，这根柱子是不是？这根柱子是后加的，这个柱子还有这个方木是后加的。它上面那根梁从彩画来看应该还是原来的，而且它跟斗拱是一体的嘛。也就是说，在辽代初建的时候，它中间是没有柱子的。这么一大根梁，我目测得能有10米，它能有10米啊。中间都是没有柱子的，这就是一个简铸造嘛。它让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礼拜空间啊。然后后来不行，那柱子还是那个梁还是往下塌啊，所以又加了一根柱子支着。哎呀，这都是国宝。易县大佛寺在之前是名声不是特别大，这几年随着大家这个文保热嘛，它就火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录像，之前这里连照相都不让照，现在我可以录像了。那之前拿手机也能录像，但手机那玩意儿没有稳定器，照着都虚。我这个相机还是一个，还算是个。我记着我小时候第一次跟我奶奶他们来大佛寺的时候，吓得我都没敢进去。因为里边这个塑像太吓人了，黑了咕隆的，那时候里头也没有这么多灯，然后那大佛像7、8米高，那样看着我，给我吓得我都没敢进去。我奶奶他们进去，然后我在外边待着，他们还得匀出一个人看着我。现在我不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心里头这负能量太严重了。我第一次去大佛寺的时候，那里头那塑像给我吓得简直都快不行了。可能那时候我的心魔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是。后边是一个辽金建筑的，你看它墙上后边是一个辽金建筑的介绍。辽金建筑基本上都集中在山西和辽宁2个地方。辽宁建筑你包括善化寺啊、应县木塔呀，易县的奉国寺啊。基本上就是山西还有辽宁这2个地方，因为当时辽国它南边它也只占领这几个地方，是吧？还有一个是高碑店的一个庙，但那个高碑店那个店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那个店我去过，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没有山西还有咱们辽宁这边这个店保存的好。这是它的后门。这个没有阳光的，反而斗拱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双超双向昂，这是宋辽时期的这个最高等级的斗拱。双超双向昂，它有2道真昂，有2道超手，有2道真昂。然后呢，易县大家知道是经过战乱的，就是解放战争辽沈战役的时候，打锦州之前。锦州北边的易县是被国民党给占着的，然后易县呢还扼守着从北边往锦州去的铁路，所以说易县是必须给拿下来的，因为易县的铁路是能通到阜新那边去的，然后南边就北边它能通到阜新那边，南边呢它能通到锦州去，所以说易县是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易县呢是打了仗的，易县是打了仗的然后据说呢。这是传说，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据传说啊，在打易县的时候呢，有一枚炮弹落到了这个大殿的顶上，直接从那个大殿的顶上把那瓦砸开，然后穿到底下来了。啊，把那个瓦砸开，穿到底下来了啊！但是呢，那枚炮弹呢是一枚哑弹啊，那枚炮弹是一枚哑弹，它没爆炸，它只是把这个大殿中最西边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手砸掉一个手指头啊，那个炮弹没有爆炸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不知道那炮弹爆炸之后呢是个什么结果啊，这是一个小故事啊。这故事真的假的，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考证过。但是我之前来易县奉国寺的时候呢，确实我看他那释迦摩尼的有根手指头是断的，这个确实是他那手指头真断了一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是有点可信度的啊。行了，我这录了30分钟了，这个相机又没电了哈。哎，我都录完了。如果说老几位喜欢古建筑的话，以后多来啊，上易县看看来啊。但是春节期间，他现在半价25一个人，平时夏天来是50一个人啊。但是夏天来有好处，夏天来它暖和。我刚才零下14度，室外气温零下14度，给我冻得嘚瑟了。然后我吃了碗馄饨才缓解一下子。啊。哎呀，这都是故事。如果说当时就是就是河北其实还有座大殿，宝坻广济寺大殿，宝坻广济寺的应该是3大士殿，那个殿也挺大的，但那个殿后来在民国时候给拆了，啊，在民国时候给拆了，被国民党给拆了啊，所以说那就没办法喽。哎呀，你想想真很神奇啊！解放战争的时候打易县的时候，一枚炮弹从那顶上给砸下来了，那炮弹没有炸呀，真神奇啊！真神奇啊！你说那炮弹真是没有炸，那炸完之后你就想想，哎，这就是大佛寺大雄宝殿。这段呢我就录到这儿，咱们下段再见吧。咱再录一期啊。这个呢，就是原来大殿里的那个18罗汉像啊。因为大殿它在1984年落家大修之前呢，它的正面是有砍墙的啊，但现在这墙都没了，都给拆没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墙上原来有那个元朝的壁画呢，原来是在殿里头来着，然后现在都给挪到这个地方来了，挪在一个专门展厅里头。这个是18罗汉像啊，是元代的壁画。1984年落家大修的时候呢，1984年落家大修的时候呢，把它都从那个原来墙上给揭下来了，然后那个墙呢修完之后就没恢复，改成窗户了，改成门了。然后呢，它这个壁画没地方放，原来放在大殿那个后边，那佛像的后边，现在呢都给截取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很模糊，它这壁画没有经过修复，看着非常模糊啊。刚才我在那个大殿里看那导游介绍的时候，他说大殿那个壁画现在正在尝试修复，就是刚才在那个大殿里看那壁画特别清楚那个地方，他是尝试就是试验性修复，他那个技术成熟之后准备把那壁画全部修复，那得再过几年了，那得再过几年了。我不知道这18罗汉为啥都有头发，我不知道哈。然后他这18罗汉都是有头发的。所以放这儿对它保护力挺好的。大家回头看到都是元代的壁画。所以说，你说动不动有人说元代多落后、多黑暗，反正我不太认可啊。
你看这画画的，你像是一个文明特别落后的朝代画的吗？不太像是吧？然后这边有3块匾，这3块匾是乾隆时候的。现在大街上挂的匾是仿制品，原来的匾给放这儿来了。这个匾我觉得不太值钱，乾隆时候的。对呀、你看咱们乾隆，他这个竖着，因为他也是为了彰显自己比较崇高的一个权利。对对对，因为咱们你看面容和容嘛，在咱们这方面可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不开小光灯。就是这么一状况啊。好了，这段我就录完了，咱们下段再见吧。